这是奈诺唯一动情的一次，也是唯一没有惩罚罪恶的一次。纳诺以深入局本想放大他的欲望，不曾想他的欲望里全是纳诺的点点滴滴，天空都为这短暂的爱情绽放粉红色彩。身为撒旦之女，却不能沉溺于这世间的美好，走到最后却又爱而不得的离开，只能将这份美好收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原本杀伐果敢的奈诺展现出脆弱的一面。故事开始一改校园的矛盾冲突，营造出非常温馨的场景。细雨沥沥的寂静夜里，留声机放着舒缓的音乐。这时男孩走进这家收藏店，提前踩点。他看中一块具有收藏价值的手表。不多时，提卡凭借高超的技术行窃成功，恰好与头戴帽衫的奈诺相遇。奈诺微微一笑，便消失在雨夜里。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像是有了某种关联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作为富二代的提卡因行窃被退学，无奈转到这所学校。转校当天，父亲忙于生意，令管家办理转学。校长看着提卡曾经的个人档案，陷入沉思，道貌岸然地表示拒收问题学生。这时管家拿出50万的好处费，拒绝往往意味着利益的筹码不够多。贪得无厌的校长刚想开口拒绝，管家又拿出100万堵住了校长的嘴。150万砸下去，提卡理所应当的变成了好学生。可是提卡依旧没有改掉偷窃的毛病。校长的钢笔神奇地出现在他的手里。转校生奈诺的出现让提卡眼前一亮，两人像是惺惺相惜一般。提卡也同样引起了奈诺的注意。从同桌那里了解到提卡因偷盗转学到这里，同桌对提卡这种问题学生很鄙视。说话间发现自己的橡皮不见了，当他四处寻找时，只见奈诺张开嘴巴，同桌的橡皮赫然出现在他的手里。原来他和提卡有着同样的兴趣爱好。纳诺看着提卡，心里想着如何惩罚这个小偷，却不知一段美好爱情已经萌芽。两个目的不尽相同的小偷在天台相遇。为了展示高超的技术，纳诺小试牛刀。提卡偷来的手表神奇地出现在纳诺的手上，并讽刺提卡的偷盗技术太过落后且风险大。提卡对此表示不服气。纳诺似乎对这个惩罚的对象很有耐心。两人相约要在学校来一场偷盗比赛，于是同学们可遭了殃。两人穿梭于校园的人流中，不得不说偷盗是门技术活。随身携带的钱包人过包丢，行窃过程行云流水，技术嘎嘎过硬。但每次比赛结果都是纳诺略胜一筹。在偷盗方面，提卡彻底被奈诺碾压。两人通过这次比赛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，两颗青春懵懂的心慢慢的靠拢。教室里，两人密谋要再出去干一票，约定好这次纳诺教提卡行窃技术。第一次，纳诺在外人面前露出搞怪的表情。两人来到校长办公室，提前踩点。面对满是监控的房间，纳诺信心满满，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找到监控死角。不多时，两人便出现在一幅名画前面，并顺利偷走校长的不义之财。名画丢失第2天便发布公告抓小偷，要求所有同学将书包打开接受检查。提卡有偷盗转学的前科，成了重点怀疑对象。不过好在两人早有准备，老师没发现什么问题。两人将盗来的名画挂在天台上展示。提卡称赞这幅画真漂亮，但是奈诺却天生讨厌花。提卡好奇奈诺偷盗一流肯定有好多藏品。奈诺像个陷入恋爱的小女生，抓起提卡的手腕奔向自己的秘密仓库。这里的东西惊呆了提卡，其中不乏各种名贵的东西，例如奥黛丽·赫本的眼镜、卓别林戴过的帽子，还有天价的限量版衣服。而这一切奈诺只显示给喜欢的人观看。礼尚往来，提卡也将奈诺带到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在这里，奈诺无意间发现了提卡父亲的照片。关于父亲，提卡一句带过，似乎父子关系并不是多么融洽。当问起为什么喜欢偷东西时，提卡支支吾吾说道只是为了好玩。奈诺哪能相信他的说辞，猜想其中必有隐情。提卡谢谢奈诺愿意和自己交朋友，并恳求对方不要弃自己而去。他有预感某天奈诺会谜一样的消失。听到这个请求，奈诺怔怔的出神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回复提卡。谁能想到杀伐果敢的奈诺也有因为心虚而眼神闪躲的时候。在离开前，奈诺决定让这对父子消除隔阂。他知道之所以提卡喜欢偷盗，不过是希望引起父亲的重视。纳诺要带着提卡干票大的。学校每年有好多走后门而进来的学生，原本是修缮学校的基金，校长却中饱私囊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贪污的钱财就在海报后面的保险箱中，破解保险箱密码是这次计划的重点。但是如果被抓会惹上大麻烦。想到这里，提卡有点打退堂鼓。但一向沉着冷静的奈诺一意孤行，非要坚持这次偷盗计划。单纯的提卡不会让奈诺只身犯险，要求奈诺一旦被抓，将所有的错误推给自己，自己一力承担后果。奈诺被他的纯真打动，想不到世俗世界里还有人为自己着想。在这一刻，奈诺大胆肆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，
粉色天空成为两人爱情的背景墙。趁着夜色，提卡偷偷潜入校长办公室，纳诺在一旁为奇达辅助提供技术支持。就在提卡即将得手时，办公室的灯突然亮起，校长带着一帮警务人员将提卡抓个正着。无耻的校长将无关人员支开，告诉提卡只要你爸的钱到位，这都不是事儿。提卡也早有准备，表示自己已经掌握了校长贪污的影像资料。话音刚落，纳诺拿出影像出卖提卡，关键时刻管家又出来帮提卡善后，熟练地掏出支票请求校长原谅。纳诺的背叛和父亲的不理解，这次提卡终于绷不住了，伸手撕掉支票并打了校长，一切没有了缓和的余地。提卡因此被警员带到青少年拘留所。数月以后，当提卡出去拘留所时，看到了好久不见的父亲。提卡倔强地说不想见到父亲，表示自己一个人会过得很好。真应了那句话，啥样的爹生啥样的儿。明明都很关心对方，父子两人谁都不肯先低头，两人错身而过，渐行渐远。提卡猛然回头，狠狠地抱住父亲。纳诺实现了自己的承诺，将父亲带回到提卡身边。人们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，直到失去时才会后悔。纳诺正是利用这一点使父子重归于好。当一辆车消失于天际，当一个人谜一样的离去，虽然不知为何会这样，但这就是结局。如同故事开始的那个雨夜，纳诺红着眼眶转身离去。